真的吗？还有小花园？我为玫瑰还弄了一个很大的衣帽间，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哎，太有心了，玫瑰啊，这下好了，房子大了，过几天我约几个姐妹到家里打打麻将、推推牌九。但我平常的生活比较喜欢安静，虽然说我们会住在一起，但我还是希望和玫瑰多一些相处的时间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刚才我只是开玩笑，我才不会打扰你们。哎，不过什么时候搬呢？随时都可以，这就看玫瑰了。因为我觉得那里离市区比较远，进出不太方便。哎呦，那文斌呢？会用车接我们进进出出，是不是啊？当然，没有关系。新房子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搬都可以。如果你不想搬的话，那我就把这里买下来，等我们度蜜月之后再决定，好吗？好。那我就先回家了。哎，文斌，天都要黑了，要不然，你就在这儿过夜吧。还是不要了吧。玫瑰今天已经累了。再见。再见。我送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就不想搬出这个破房子了？不是，咱们住了这么久，不已经住习惯了吗？今天啊，和以往是不能相比的。以前你给顾氏打工啊，他们给咱们租下这破房子，咱们住是理所当然的。可你现在马上成为孔家的媳妇了，住这里不觉得寒酸吗？那我都住习惯了，我不想搬来搬去。这个习惯可以改。玫瑰啊，我看你是心里放不下那个姓顾的，害怕搬走以后就跟他断了联系。再说了，你有什么放不下那个姓顾的？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我培养你成为明星，就是希望你嫁个有钱的男人，咱们两个人以后日子能过得幸福一点。文斌是最好的人选。妈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次的决定下得太仓促了？仓促也不代表错。我不管你打什么主意，我跟你讲明白了，就是你想不通，这文斌我认定他做我的女婿了。再说了，你说那个姓顾的，那么老，他也配不上你啊。你跟文斌两个人，那才是郎才女貌，天造的一对，是不是？啊？你就记住了，今天做的一切是不会错的。好了，回去睡觉，别想那么多了啊。知道了，你先去睡吧，别瞎想了啊。自从他决定回到那个男人身边，就跟我吵了一架。不但回美国的行程取消了，也再没有联络。要不要我找王静谈一下？算了，有什么可谈的？我是绝对不会允许那个男人再做回我的女婿的。但王静毕竟是你女儿，你就忍心一辈子不见她？我想，王静也不愿意跟你变成这样吧。算了，不谈这个了。你突然从印度尼西亚赶回来，就是为了帮助文斌筹备婚礼吗？不，我也是在飞机上看到报纸才知道的。真的没想到吧？没想到文斌比我想象中厉害。他一直围在玫瑰身边团团转，最后竟然娶了她，还让她吸引离开顾妍梅。看来文斌在这方面真的比你厉害。是。好了，说一说在印度尼西亚扩充院线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其实这次会议根本没开完，不过在中途我突然接到律师电话，说是让我回来处理紧急的税务。
我也好奇，便提早回来，约了明天跟他一起去那边。令杰，郭伯父，王先生，您好，很久不见了，郭伯父。我还想给你打电话，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了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什么呀。哎呀，抱歉，我没去美国见令尊打扰最后一面，你也不要太伤心了。节哀顺变啊！你说我父亲怎么了？怎么，你不知道吗？住手！谁叫你们搬那些古董的？是我。继续搬。我叫你们住手！都给我滚！我爸死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？他的病情一直都没有好转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你都知道，但我每次问你，你为什么总说他没事？如果你那么孝顺他，你就该在美国陪他看病，而不是到这里来埋怨我。你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，让我可以见他最后一面？你想听真话吗？如果我要是早告诉你，我就没有机会让你爸立遗嘱，把所有的产业都转到我名下了。你说什么？从今天起，不管是一帆风酒店，还是帆船湾酒店，都不再属于你。你以为都是你说了算吗？是你太天真，还是你太小看我了呢？你爸在临死之前都已经在遗嘱上签了字，否则你的律师那么着急的让你回来，你觉得是为了什么呢？不可能的，我爸不会答应你的。一定是你在他生病的时候骗他签的文件。骗他？为什么骗他？难道我在你孔家没有付出吗？我嫁进孔家这么多年，我跟文斌受的苦还不够多吗？你跟你爸从来就没把我当成过自家人，你爸甚至都没正眼看过文斌，一年都说不上10句话。而我还要忍受你这个大公子的脾气，对我呼来喝去。我忍气吞声20多年了，我就是为了等到今天。不过，你还算是幸运的，因为你还有这间大房子住。如果你爸再晚死几天，这间房子也会转到我的名下。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我要找律师，我要告你，我要把我爸爸所有东西都拿回来。好啊，太好了！到时候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们父子都对我做了些什么。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孔家的糗事。哼，到那时候，我想你爸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。还有，你不是要跟我打官司吗？不管你打多少年，我都会奉陪到底。我倒要看看你那家破电影公司能跟我玩多久。你给我滚！滚！
笑话！我在这里坐牢坐了20多年，还不够吗？不用你跟我说，我都恨不得马上离开。不过我警告你，这里的每一件古董，都是你爸留给我的结婚纪念礼物。稍后，我就会找人搬走的，你一件都不能动。你还记得伯父伯母以前总喜欢把我当女婿的日子吗？我不是突然想起来的，我以前跟你说过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年少时的感情，你不认同吗？那个时候我们俩出双入对，别说是伯父伯母了。 在其他人眼中，我们都是被认定的一对。你还记得，我们偷偷跑到教堂，装作举行婚礼，还被管理员发现骂了一顿吗？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我没什么印象了。过去了不代表没有发生过。不管现在我们怎么样，我们也是曾经的初恋情人，我们曾经彼此爱过对方。 令杰，对不起，有些话我应该早一点跟你说的。我明白你对我好，不过我不想你再误会了。我只当你是大哥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我不相信。你怎么想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。但对我来说， 让我动情的是严梅，我很清楚，我跟严梅才是真正的爱情。如果他现在对你不好，你还一样对他吗？你说什么？我相信他，他绝对不会的。你确定吗？就算他什么都没有做，你确定他的心也没有变吗？你只是单方面的爱着他，一味的为他付出，这不叫爱情。 这一点我比你更清楚，小玉。我只是希望你幸福，别那么固执，别再去伤害自己。人是会变的，如果他忘记了以前对你的感觉，你就算勉强留在他身边，最后受伤害的也只是你自己。我们夫妻间的事，我们会自己解决的。 检查已经有了初步结果，你有可能是患上了早老性痴呆症。这病啊，患者一般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你还这么年轻，确实属于比较罕见的。是不是因为这个病，导致我的记忆力退化了？是的。还有呢，我会变成什么样子？病情如果继续恶化，病人呢不单失忆，还会失智。 甚至会逐步失去自理的能力。你是说，我会忘记一切东西，甚至我身边的所有人？是的。那有什么医治的方法？目前
医学界对这种病呢认识有限，还没找到任何医治的方法，只可以尝试去阻止病情恶化。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，还请你放心。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文文、彤彤，你们在美国好吗？妈妈好想你们。妈妈是不会把你们忘记的。我要时刻画出你们的样子，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妍梅，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有一天我把你忘记了，不认得你了，那是多么的残酷，可我自己却不知道。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，请你原谅我。来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准备站好了。1、来，小朋友们，笑一笑。 3，开始。玉，小田，跟四婶道别了吗？我们差不多该去车站了。时间不是还早吗？你妈妈怕路上堵车，已经在车上等你了。快。再见了，四婶。你好好保重啊。你先上车。碧月，我昨天跟你说的事情，你有没有再认真考虑一下？好吧，那我走了。我要把每件事情都记下来。胡碧玉，你不能把你的亲人朋友都忘记了。对，下来，下来，好，哎，小队长，让开啊！发什么神经啊你！你臭小子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再敢闯进来，我宰了你！是顾军吗5、6、7、走，1、2、3打4，5、6、7打8，打1、2转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。萧云，你慢了半拍。对不起，我会留意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你搞什么？没吃早饭脚软了吗？喂，明明是你把我绊倒的，好吧？顾军，你没事吧？我当然没事，可不像某人
碰一下就大惊小怪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谁大呼小叫了？你们两个给我住口！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，还跳成这个样子，怎么上台啊？老师，大家跳了一早上也累了，就休息15分钟吧。哎，反正我是跳不动了，再这样跳下去，还没正式演出，大家全累倒了。你们这班少爷兵，休息15分钟吧。刚才你是故意的吧？我你看你脸都红了。哪有？这是练过热的。小云，等明天演出完之后休息，你有什么计划吗？没有吧？太好了，我明天先带你去。同学，你看我的脚踝都发红了，都是你害的。红了又怎么样？你是女人吗？娘娘腔！你有胆再说一遍？我说你娘，怎么？你们俩别这你动样手是吗？慢点。来，到了那边呀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照顾好自己。我还听说学校附近有一个海滩，到时候你有空可以经常过去游泳。我在这里也可以游泳啊！明明过2天才开学，为什么不能让我过2天才走呢？我早到了也没事情做嘛。小天，你老想在这里多待2天，是不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啊？对你来说，当然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了。哎，小天，好了好了，到了那边记得每天都要跟妈妈通电话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妈妈，不用担心。万事都要小心，照顾好自己。嗯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你不跟爸爸道别吗？我走了。小孩子嘛，总是那么任性，别生气啊。我怎么会生气呢？都这么多年了，我早习惯他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了。好了好了，都看不见了，走吧。小玉还是不肯回去吗？他为什么这么绝情啊？都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不肯跟你回香港跟爷妹见一面。我跟他说过好几次，他不愿意回去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呀，你根本就无心问学，要求加入训练班，就是为了追女孩子是吧？涂安，你听着，从明天开始不用他去训练班了，直接安排他去影城工作。不，四叔，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跟你的关系，我就想跟他们一样，从训练班开始，凭自己的能力去做电影的工作。可是你这个样子太不认真了，你把影城当做什么呀？当做游乐场？我真后悔当初让你加入影城。那我听婶婶说，你以前不是也是这样吗？不单是逃学去看电影，还为了拍电影的事情跟我爸闹翻，离家出走，甚至还拒绝上大学。哎呀，好了，四叔，你就相信我吧，我一定会像你一样努力完成自己的梦想。你的梦想是什么呀？这个，我还没想好。你这个臭小子，库区年纪还小，你就多给他些时间，让他磨练磨练。哎，对啊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啊！我现在就回宿舍读剧本。哎，对了，你啊，搬回家里面来住，反正我每天去影城都可以送你。不行，这要是被训练班同学看见了，得说多少闲话呀！我还赶车呢，就先走了，拜拜。
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当初为什么会让大哥那么生气。所以啊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或许，顾军将来能取得和你一样的成就，成为顾氏的接班人。哎，你认识他现在在追求的那个女孩子吗？她叫萧云，是训练班中表现最好的一个女孩。连郑川导演也对她赞不绝口，准备给她机会，让她成为下一部电影里的第2女主角。对了，郑川现在准备拍什么呀？因为郑川的《蝶恋梁祝》票房大破纪录，他现在希望公司能全力支持他，开拍一部更大的制作，《女皇武则天》。这倒是也合理。可我得到消息，郑川的《蝶恋梁祝》在东亚影展上输给了一鸣的《龙翔飞舞》。龙翔飞舞这一次一鸣得奖，其实也是很合理的。他们的整个制作费用都比我们高，制作又精良。虽然票房失利了，但是在影展得奖，也终归算是个鼓励吧。我知道，你现在已经不介意是否得奖项。可是对一鸣的孔立杰来说，他拍戏的目的，只在乎是否影展获胜，不在乎票房收入。我都不知道他的资金是从何而来。尽管票房收益不好，还能不停地开拍新戏。要知道，孔家现在所有的资产，都落在了他弟弟手里。而且，他既然有其他赚钱的生意不做，不惜工本，继续投资电影。这可能是他对电影的一种坚持。可是也不能一直亏损吧？如果他投资电影，不是为了钱，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哎呀，时间过得可真快！哎，你算过没有？你这样的东西，家里还有多少啊？哎呀，令杰啊，你还要赢多少才满足啊？没想到啊！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去拍电影，最后就赢了这一堆奖杯。你觉得这值吗？干爹，您的意思是不想再跟我一起投资做电影了？哎，不，你说干儿子，只要我的能力所能达得到的，我一定会支持你到底的。哎呀，当然了，如果你把钱投到更有价值的地方，我会更开心。干爹，你还记得吗？多年以前，你去医院探望我的时候，当时因为我这条腿，因为小玉离开了我差一点把自己全部放弃了。可后来是您提醒了我，说做人输了什么都可以，但自尊不能输。可你想的只是去赢顾延梅，啊？你早就赢了呀！这些年来，几乎所有的大将都归一鸣了吧？他们夫妻俩几乎不见面，你还要赢他什么呢？啊？哎呀，有斗志当然是好事，但是要用在合适的地方。如果不是你坚持经营一鸣，而是把钱投资在酒店的生意上，以你的经验，你早就东山再起了。这个我明白，但我要赢的人不是孔文斌。糊涂！孔文斌才是你的仇人。他们母子俩如此恶毒，将你的财产全都骗走了，害得你一无所有。你怎么能放过他们？啊？玲姐，听干爹一句劝，别再固执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和金钱去对付那个顾延梅。
算了吧。如果你能接受我的意见，早几年你就接受了。现在我说什么也没什么用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坚持和固执是有区别的。你自己啊，好好想想吧。喂，我正想给你打过去呢。哎，妍美，稍等一下。小玉啊。啊。妍美的电话，她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啊。你告诉她，我今天有一点累，下次再说吧。好。妍美，她有点不舒服。我知道了，三可。那等你回到香港之后，咱们再谈发型的事吧。还有啊，帮我照顾好小玉。你在拍我？你不用管我，继续挑。你别拍我，我今天不好看，头发也不好看，别拍了，不要拍我了。你怎么还在拍我呀？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我了。小玉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真的忘不了的。我还是忘了给小天买防蚊霜了。等一会儿你下班，陪我一起去买好吗？这些东西在那边也有的卖，不用寄给他那么麻烦吧？
小天这不是第一次离开我们一个人生活吗？我想多准备一些，才放心嘛。小玉今天回来的特别晚，我们俩一会儿可以出去吃饭。他又在孤儿院加班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小玉这几年好像变了很多，总是喜欢一个人留在孤儿院里，就算回到家，也不像以前那样跟我聊天，老是把自己关在房里。还有，她到现在都不肯回香港住，一句话都不跟妍梅说。我以前认识的小玉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一直制造机会让他们见面，小玉不愿意见妍梅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我？坦白告诉我，妍梅在香港是不是已经有别的女人了？当然没有啊！真的没有骗我？老婆，如果是我，你怀疑还有理由，可那是我四弟，你不会不了解妍梅的性格吧？妍梅会做对不起小玉的事情吗？哎呦，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小玉要对妍梅这么绝情呢？喂，啊，是我。什么？他还没到学校？导演，顾老板说这新戏的女主角差不多是该定了。顾老板说待会儿有个空档，想让我们过去跟她见面聊一聊。他有空我就要去应酬他呀，我可没那时间招呼他。可是今天我们通告已经完了呀，我已经答应顾老板说可以开会的。哎，你别顾老板长顾老板短的，你知道吗？在顾氏最能赚钱的人是谁呀？最有权力和地位的人是谁呀？不是林图安，也不是顾延梅，是我陆正川。你要升职加薪呢，还都得靠着我。是，那当然了。最近顾氏电影的票房全靠陆大导你一个人撑起的。唉，让顾延梅她等着吧。不过这新片《仙女传》的女主角，我心中已有人选了。我就知道陆大导你一定有自己的想法。燕兰，之前的影片上映大卖，她现在可是当红的女主角啊。燕兰，太闷了吧？我怕观众很快就会对她厌倦。这次啊，我想尝试新的。您是想捧新人吗？走，咱们好好聊聊啊。我已经安排了记者，在下星期的杀青日来片场做宣传。女皇武则天不是这个星期应该拍完吗？你也知道郑川的脾性，他前天看过毛片，觉得有2场戏不满意，便要求重拍了。郑川他虽然是卖座的导演，但是你要提醒他，超支的问题不能太严重。他怎么会听我的？他正在计划他的下一部新戏《仙女传》，还要求会计部门增加制作费用。不过他有一个提议，倒是蛮有噱头的。他有什么提议啊？他想请玫瑰复出，作为《仙女传》的女主角。你们怎么会想到要请她呢？你没看今天的报纸吗？玫瑰和她的老公从美国回来了，他们只是在机场露一露面，变成了今天的头版新闻。哼，我知道，你是不想让记者把你和他的旧事重提。我尽量说服郑川，打消这个念头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会介意呢？只是我觉得玫瑰习惯了过富太太的生活，若是让她复出的话，真的很难。那，你是不反对了？在商言商。
既然你和郑川都觉得这是个好提议，我当然不会反对了。那我可马上联络玫瑰了。我没有这个想法，别的电影公司也一样。未见得能成功，试一试也无妨。老天，你答应过要保守这个秘密，你现在叫我回去怎么解释？有什么不能说？我只是想去祭拜一下我的亲生母亲而已。可是也不能让王静妈妈知道啊！我妈妈只有一个，她已经死了。本来我还有一个爸爸，但在我心里面，他也已经死了。因为从一开始他就不让我叫他爸爸。我知道，这么多年，让你一直说谎，是难为你了。可是小天，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呀。那只是你的家，不是我的家。你不肯认我，这么嫌弃我，为什么要收养我？要是这样，我宁愿一直留在孤儿院。反正我跟孤儿也没有什么分别。你说